今天跟大家聊一下怎么怼人啊。怼人这个技能呢，学校里不教，但是你到社会上混一定很需要。我怼人的风格是一个脏字儿不带，但是该说的脏话都说了，对方觉得被我怼了，但是又拿我没有办法。围观的人看我怼人，他先不管绝对谁错啊，听完我说的，好像觉得应该是我这边是对的，而且他还觉得我说话很好玩。怼人的第一原则就是你的用词一定要熟悉，就是公众很熟悉，这样对方能听得懂，围观的人也能听得懂。典型的就是郭德贤的精明雅言，他经常说我屌了，到底什么屌造了？就是喊人体器官量提高，是吧？人体器官大家都熟悉，还有一些雅言，是吧？它就是含妈量提高。你们别他妈该做什么不做什么就好。抓起来！不是我不是，我死你妈呀！就是你族谱上出现的哪一个身份，这个就能给人以极大的熟悉感。那哪些内容对公众来说是熟悉的？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人体器官族谱，除此之外还有生活用品，人生常识，再有就是9年义务教育里面出现过的知识点，这些都是熟悉的范畴。我来举几个例子加深一下印象。比如说你怎么说一个人没看头了，你去9年义务教育你的知识点里边找哪个人是被是吧？路易14掉脑袋你没看头了，是不是就 OK 了？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想说一个人脏恶心啊，像黑子特别讨厌你就可以想一下我们生活中哪些用品它是很脏的，比如说扫厕所的笤帚拖把，你找到它以后，你就可以说那些人是放着好物件不当，非当厕所门背后的拖把，专捡脏事儿干。我刚才举的这2个例子，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好玩？但是如果是被怼的那个人听到这样的话，他会宕机，他大脑一片空白，他没听过别人这么说他，他的宕机就是你的先机啊。这就涉及到我们在怼人的时候要用到第2个原则，那就是陌生。第一个原则是熟悉嘛，第2个原则是陌生，合起来就是熟悉且陌生。你要说的他能够听得懂，同时他又没听过，这样你怼人就能占领先机啊。怎么样做到熟悉且陌生？就是别人说的人体器官呀、族谱这些，你先别用啊，你用一些9年义务教育里边学过的知识点啊，生活中的一些用品啊，或者是人生一些常识啊，你从这里面去挑一些词来组建你的怼人系统。比如说你说一个人失去理智，9年义务教育里边谁的名字叫理智？武则天她老公啊，你就可以说你武则天死老公失去理智了啊。还有你想说一个人贱啊，我们的常识里边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4大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我们找一个跟剑有关的内容的话，就是诸葛亮草船借箭嘛，你可以谐音。你怎么说他的剑？白丁找诸葛亮借箭，脑子里没陈算吧，只剩下剑。我们每条视频就讲1-2个知识点今天主要讲的知识点就是熟悉且陌生，对不对？以后更多的例子范文我都会列出来啊，争取关注我的宝宝们都会怼人。你怎么老是追星啊？我们不说追星啊，我们说高举以市首率为核心的审美体系建设旗帜，紧紧团结在首位90后 SMG 势力的周围，弘扬坚贞不屈、不向恶势力低头的行事作风，净化豢养水军歪曲事实的互联网风气，持续推动正向饭圈文化与影视产业的良性发展，加速中国文娱产品输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通过购买代言和周边拉动内需，刺激市场经济复苏，通过组织线下生日会、红海灯牌应援等活动，强化组织协调能力与向心力，持续追星销战，有助于在 AI 快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中提升个人的审美能力和艺术鉴赏水平，有助于在琳琅满目的商品推送中快速锁定高性价比、高质价比、高社会认知度的商品，提高生活用品的采购效率和生活质量，有助于缩短寻找志同道合朋友的链路，形成以偶像为核心、同担为次核心的人际交往圈层，提升对人际交往的满意度、精神世界的丰富度。因此，大力倡导持续追星，追颜值高的星，追专业能力过关的星，追人品好的星，追有文化的星，追入股不亏的星。追星销战，你值得拥有。
听说有皮皮装瞎被发现了，怎么那么不小心啊？说心里话的时候忘切号了吧？给你交社保的主子还会继续给你交社保吗？你癞蛤蟆跳悬崖装什么蝙蝠侠？可能有朋友对皮皮这种生物不太了解，我这么来解释一下啊，咱们只粉肖战的人叫做唯粉，如果你既粉肖战又粉董宇辉啊，这种情况下你是属于双单，你又粉肖战又粉董宇辉又粉孙燕姿，这种情况下就是多单。CP 粉呢，就是你粉两个人的，就是你磕他们两个那种暧昧感情关系。皮皮呢，就是你明明是 A 明星的粉丝，却装作是 B 明星的粉丝啊！你明明是 CP 粉，却要装成自己是唯粉，也就是披了别家粉丝的皮，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吧。为啥咱们虾圈那么讨厌 CP 粉，那么讨厌皮皮呢？20年的事儿大家记得吧？那虾压根儿没投诉过某个外国网站网上铺天盖地的水军放消息说是虾干的。谁干的？某些 CP 粉皮皮干的。你要当你的 CP 粉就当你的 CP 粉去，别 P 一张虾皮天天在这搞事情，丢人现眼，让人看着就恶心。都2026年了，还使这种旧招啊！你武则天死老公失去理智了，路易14掉脑袋没 pet 了，你当我们还是5、6年前的虾呀？这种货色就该见一遍揍一遍，把你丫的这些阿杂生物都给灭绝了，揪出来一个是一个，揪出来一个揍一个，这就是虾圈对这帮阿杂生物的态度。每次刷到肖战健身的视频，上边就会飘一圈弹幕理智追星。那作为虾，我们到底要不要理智追星呢？答案是要，一定要，因为我们是虾呀，那虾的肚子不就是一圈一圈又一圈吗？你要是去健身，就是背叛自己的本体。虾本体没有腰的，上下一边粗。小飞侠和肖战的区别。Round 1，你得罪肖战，肖战顶多到法院告你；可你得罪了小飞侠，小飞侠会顺着网线砍你。Round 2，你把肖战的座位挪了，肖战顶多一晚上不落座，硬刚到底。但虾姐们会喊一晚上退票，然后抽丝剥茧的还原事情的来龙去脉，江湖人称野神侦探，然后再把始作俑者以前的黑料 bug 底儿朝天，全网玩梗传播。Round 3，肖战面对平台或者资本的打压会不予理会，然后兢兢业业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用实力和作品说话。但虾姐会把这些事情记在小本本上，等这些坏人出糗的时候拿出来好好的嘲讽一番。总结起来就是，肖战是毛茸茸的钢板，温柔且强大，负责体面登顶；小飞侠是长得像捏捏乐的刺猬，记仇又战斗力爆表，负责保驾护航，不服来战。